每天清晨醒来，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瞬间恢复清明，还是浑身沉重迟缓？对于绝大多数现代人而言，起床这件事早已被肌肉记忆接管，很少有人会真正留意那短短几分钟内身体传递的原始信号。很多人习惯了硬扛，把晨间的各种不适、头昏、口干、关节僵硬、胸闷、手脚冰凉，全部归咎于昨晚没睡好，或者最近太累了。但那些容易被忽略的信号，其实正藏在睁眼的那一瞬间。人体经过一整夜的修复与代谢调整，会在清晨进入一个极其特殊的生理阶段。这个阶段在功能医学和预防医学领域被称为晨间窗口期。在这一时段，人体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开始进行新一轮的调度，皮质醇水平从夜间低谷攀升至尘峰，褪黑素迅速退潮，迷走神经张力从高位逐步回落，交感神经系统接棒启动，血液循环速率从静息状态开始爬坡，核心体温从凌晨的最低点缓缓回升。各脏器在经历了夜间的排毒与修复后，正在准备全面启动新一天的工作。这恰恰是一天中最敏锐、最纯净的观察节点，因为在长达6至8小时的静息状态下，人体没有受到食物摄入、情绪波动、体力活动及外界环境应激的影响。此时测得的身体数据最能暴露真实的健康底盘。一旦原本平稳的生理节奏在这个关键的窗口期出现偏移，就说明体内的调节机制已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衡。预防医学一直强调抓早、抓小、抓胃病，正是看重这些隐蔽但极具提示价值的线索。身体很少在疾病早期发出尖锐的疼痛或剧烈的功能障碍，它更多是用细微的波动来示警。一次晨起后的头重脚轻，一次刷牙前的口苦咽干，一次难以握紧的拳头，一次深吸不到底的气短，一次怎么也暖不热的手脚，这些信号单独看似乎微不足道，但当它们呈现出规律性、持续性甚至叠加性时，就是人体内在系统在发出不容忽视的报警。把握晨间窗口期的规律，能有效过滤掉大量不必要的焦虑误判，也能避免盲目进补或乱服药物带来的二次伤害。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剖析5种极有代表性的晨间感受，逐一对应不同的脏器系统预警，并结合实际的生活习惯、环境因素与家族病史，帮助每一位读者建立属于自己的健康基线。让我们保持理性的态度，对待身体的每一次反馈，不放大焦虑，也不低估风险，这才是长期健康养护的核心逻辑。让我们按顺序逐一展开。晨起持续性头重脚轻感是血管调节能力的前哨测验。这种体验多发生在刚睁眼的那几十秒，你会明确感到头颅似乎比平时沉重了许多，像灌了铅一样，视野边缘偶尔出现轻微的晃动或暗影。即便只是做了一个从平躺到坐起的动作，起身稍快就会感到脚步虚浮，站立不稳，甚至需要扶着床边缓好一阵才能迈出第一步。该现象的核心关联是血管调节机能，特别是体位变化时的血压反射机制。人体在夜间处于水平卧位，大量的血液约500至800毫升，由于重力作用的消失而相对均匀地分布在躯干和下肢的静脉容量血管中。当你从平躺突然转为直立时，地球引力瞬间将这部分血液拉向下肢和内脏静脉池，导致回心血量骤减，心脏每搏输出量降低，大脑处于短暂的灌注不足状态。正常情况下，人体的压力感受器位于颈动脉窦和主动脉弓，会瞬间感知到这个压力变化，迅速通过交感神经反射加快心率，收缩外周血管，在几个心跳周期内将血压重新稳定在正常水平。但当这个调节反射出现钝化时，无论是由于动脉硬化导致的血管壁顺应性下降，还是由于自主神经功能紊乱导致的信号传导延迟，大脑就会处于一个危险的低灌注窗口，从而出现头重、眩晕或视物模糊。长期反复出现这种晨起头重脚轻感，应当警惕以下病理方向。首先是高血压前期或清晨血压晨峰过高。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表明，心脑血管事件如脑卒中、心肌梗死的高发时段正是清晨6点至10点，这与体内皮质醇分泌高峰及血压的晨峰现象高度重合。其次需要关注的是椎基底动脉系统的供氧效率下降。椎动脉穿行于颈椎横突孔内，如果患者存在颈椎退行性变或颈动脉斑块，在夜间睡眠姿势不当导致颈部扭转时，会使本就狭窄的血管受到进一步压迫，晨起瞬间的供血矛盾就会集中爆发。与本症候群高度相关的器质性疾病包括原发性高血压、
尤其是清晨高血压变异型、动脉粥样硬化、半颈动脉斑块形成、慢性脑供血不足、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体位性低血压可源于糖尿病自主神经病变或药物影响。良性阵发性位置性眩晕，俗称耳石症，虽与脑供血无直接关联，但可与血管性问题共存。区分良性的生理乏感与真正的病理信号其实有规律可循。单纯的长期缺乏运动或生活节律紊乱引起的晨起乏感，通常在起床活动10分钟后自然消退，全身循环建立后便不再有头重感。而且这类人群从来不会伴随空间定位迷失，比如分不清东南西北，感觉自己在转动。但病理型信号有4个特征，第一是逐日累积，今天比昨天更重，这周比上周更明显，而不是偶发的。第二是可能叠加单侧肢体发麻，比如左侧手臂或腿部在晨起时有明确的乙型感或麻木感。第三是可能出现言语找词困难，明明想说一个常见的词却突然卡住。第四是症状频率，如果每周发生3次以上且持续超过2周，就是明确的就医指征。建议优先挂神经内科或心血管内科。检查项目需分层推进，第一层级是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这是捕捉清晨血压高峰的金标准，比单次诊室血压测量要准确得多。第二层级是颈部血管彩色超声，直接观察颈总动脉。颈内动脉有无斑块及斑块的性质，软斑块更易破裂。第三层级是经颅多普勒扫描，评估大脑中动脉及椎动脉的血流速度和血管弹性。如有必要，还可完善头颅磁共振平扫加脑血管成像，量化脑灌注储备压力，排除腔隙性脑梗死等隐匿病变。日常管理需要遵循缓起原则。醒后不要立刻弹跳起床，先在床沿静坐2分钟，同时进行踝关节的主动屈伸运动，这相当于启动了一个肌肉泵，帮助下肢静脉血挤回心脏。夜间在床头放置一杯温水，睡醒后缓慢分次饮下，约200至300毫升即可，这能有效稀释晨起时血液的粘稠度。睡眠期间体表蒸发和呼吸失水，会使血液浓缩 5% 至 8%。晚餐尽量减少高脂高钠食物，因为高脂膳食会加重脂质在血管壁的沉积，而高钠摄入则升高血容量和动脉张力。规律的平地步行，每日40分钟，心率维持在130次每分左右，是目前公认成本最低、收益最确切的微循环韧性训练。最关键的一点是养成记录晨起心率和血压的习惯，个人化的基准值监测远优于盲目尝试各种保健品或药物。预防医学的核心思维在于阻断恶化链，目前你可能只是调节反射钝化，但通过行为微调重建自主神经节律稳态，完全可以把器质性病变的防线大幅前置。晨起口干舌燥伴苦味感是消化系统与肝胆代谢的暗语。这种状态常发生在刷牙之前，你刚从床上坐起，舌头一顶上颚，就感觉到整个口腔黏膜像被烘干了一样干燥，吞咽动作带有明显的摩擦感，甚至灼痛。舌根区域残留着明显的苦味，有时混合着一股说不出是金属味还是酸腐味的异样口感，刷完牙含漱口水后依然难以完全去除。这一组表现主要牵涉消化液的分泌与反流动力学。睡眠期间，唾液腺的血流供应降至日间的1/3左右，唾液分泌量显著减少，口腔自洁能力下降。正常情况下，食管下括约肌保持一定张力以阻挡胃内容物上行，但在睡眠状态下，贲门周围的膈肌较松弛，腹内压增高时，如肥胖、品末姿势不当，胃内的酸性内容物就容易跨越这道防线，反流至食管下段甚至咽喉部。与此同时，胆汁在夜间也会经历一个代谢周期，肝脏持续分泌胆汁，在胆囊中浓缩储存。如果晚餐摄入过多高脂食物，或胆囊收缩排空功能不佳，胆汁中的胆红素和胆汁酸滞留时间过长，部分成分经胆道反流入胃，再随胃内容物上行至食管和口腔，就会在舌根部留下难以掩盖的苦味。这也是为什么晨起口苦与胃食管反流的临床贡献率极高。长期胃酸和胆汁的反复刺激，首先损伤的是食管黏膜，引发反流性食管炎。持续炎症若未得到控制，会进一步造成食管下端柱状上皮化生，也就是所谓巴雷特食管，这是食管腺癌的癌前病变。而在消化道的上游，慢性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甚至胃溃疡都可能与这种反流形成恶性循环。至于肝胆系统方面，胆囊炎和胆囊结石的早期阶段往往没有明显的右上腹痛，而是以晨起口苦、上腹饱胀、嗅到油腻、胃积感、恶心等非特异性症状示人。
这也是为什么消化内科医生在面对晨起口苦的患者时，几乎一定会开出肝胆超声检查单的原因。相关疾病包括慢性胃炎，尤其是糜烂性胃炎、胃食管反流病、食管裂孔疝、胆汁反流性胃炎、胆囊炎、胆囊结石、非酒精性脂肪肝引起的肝功能轻度异常、幽门螺杆菌感染相关性胃病。单纯饮水不足导致的生理性晨起口干，判断标准很明确，喝水200毫升后15分钟左右，口腔黏膜即恢复湿润状态，苦味消失，且整个过程中口腔内壁没有灼热感或刺痛感。但病理型信号有几个关键特征：一是胸骨后存在灼痛或隐痛，这种痛感可能在弯腰、用力排便或平躺时加重，这是胃酸刺激食管黏膜的典型表现；二是可能合并上腹部胀满、频繁嗳气，或夜间能听到自己食管里发出咕噜样的气过水声；三是晨起苦味持续3日以上仍无明显缓解。此类症状的首诊科室是消化内科或中医脾胃病科。标准检查路径如下：首选电子胃镜，这是唯一能直接观察食管、贲门、胃体、胃窦及12指肠黏膜状态的金标准。同时可在胃镜下取活组织做幽门螺杆菌快速尿素酶试验，排除这一最隐匿的致病因素。辅助检查包括肝胆EP超声，重点看胆囊壁厚度是否超过3毫米，胆囊内有无强回声光团，肝内胆管有无扩张，以及肝功能全项，重点看转氨酶 ALT、AST 及伽马谷氨酰转肽酶 GGT 的水平。对于高度怀疑胃食管反流但胃镜阴性者，还需进行24小时食管 pH 监测，这是量化反流严重程度的客观指标。生活管理的核心是减负。第一，调整睡姿，使用楔形枕或升高床头12至15厘米，利用重力减少夜间反流的物理基础。第二，严格执行睡前空腹3小时原则，晚餐在睡前3小时前完成，且不在睡前进食任何固体食物或含糖饮料。第三，主食结构中增加粗粮、燕麦、荞麦、糙米的比例，降低精致碳水的酸性负荷。第四，晨起咀嚼无糖口香糖5至10分钟，通过咀嚼动作刺激三叉神经、唾液腺反射通路，快速增加唾液分泌，中和口咽部酸性环境。第五，情绪管理至关重要，长期的焦虑和压力会通过迷走神经通路增加胃酸分泌，降低贲门括约肌张力。定期复查能将消化道损伤牢牢控制在可逆期，每1至2年一次的胃镜随访，足以在病变进展到不可逆阶段之前进行干预。晨起指尖僵硬伴屈伸不利，是自身免疫与代谢性关节炎的风向标，这种情况多见于手指关节，特别是近端指尖关节和掌指关节。清晨醒来，你会明显感到指根位置像被胶水粘住了一样发紧。握拳这个最简单的动作需要刻意用力才能完成，放开手掌时关节处有酸胀或轻微的隐痛反馈，活动几下后才慢慢变得灵活，整个过程可能持续10多分钟甚至更久。这个体征直接关联到滑膜的分泌和炎症状态。关节腔内壁有一层富含血管和神经的滑膜组织，它负责分泌滑液，为关节软骨提供营养和润滑。在白天活动时，关节的挤压和运动促进滑液循环，废物及炎症介质被及时清除。但在夜间长时间的静止状态下，关节腔内几乎没有有效对流，炎症介质如白介素1、肿瘤坏死因子阿尔法在滑囊腔内局部累积，纤维蛋白原浓度升高，使滑液变得粘稠，弹性下降。当炎症积累到一定程度，关节周围的组织会出现水肿和纤维蛋白渗出，这就是晨僵的直接组织学背景。晨僵持续的时间被认为是评估炎症活动度的重要临床指标，持续30分钟以上的晨僵是风湿免疫性疾病的标志性特征。而在类风湿关节炎患者中，晨僵往往持续超过1小时，甚至长达数小时。相关疾病包括类风湿关节炎、特指对称性累及小关节、晨僵明显的自身免疫性疾病、骨关节炎、退行性改变。晨僵通常短于30分钟，并多见于负重关节如膝关节、银屑病关节炎。痛风性关节炎、尿酸盐结晶沉积导致的急性炎症，但晨僵并非典型首发表现，反应性关节炎。健身过度或日常劳动引起的暂时性关节僵硬有3个鉴别要点：第一是在热敷、温水浸泡或按摩后半小时内完全恢复灵活；第二是关节外观没有任何异常，不发红、不肿胀，与对侧关节皮温一致；第三是发作频率不规律，只在特定高强度活动后出现。
但病理型信号呈现完全不同的模式，一是对称性分布，如果右手近端指尖关节僵硬，左手同名关节几乎也同时出现类似症状；二是除了手指外，可能同时累积腕关节或膝关节，甚至颞下颌关节；三是沉僵持续时间具有固定性，每天几乎同一时长，若沉僵固定在20分钟以上，且每周出现4次以上，就应立即启动就医流程。首诊专科为风湿免疫科。抽血检查的核心项目包含类风湿因子，约 70% 的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呈阳性，但需注意部分健康老年人也可低度阳性，需结合其他指标判断。抗环瓜氨酸肽抗体、抗 CCP 抗体，对类风湿关节炎的诊断特异性可达 95% 以上，是早期鉴别的王牌指标。血沉和 C 反应蛋白评估全身炎症活动度，血尿酸排除痛风。影像学检查手推关节高频超声，它可以清晰地显示滑膜增生程度、关节腔、积液量及有无骨侵蚀真相。在日常活动受限阶段，佩戴分趾护具可以限制急性期关节的过度屈伸，减少磨损。每日清晨用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浸泡双手10至15分钟，利用热力促进关节局部的渗透压平衡和血流加速。饮食层面，增加富含欧米伽3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如深海鱼油、亚麻籽油、奇亚籽，有一定抗炎辅助效果。控制体重对减轻末梢关节，尤其是膝关节的负荷尤为关键。药物治疗应在风湿免疫科医师指导下进行。经典的抗风湿改善病情药物包括甲氨蝶令、莱福米特等，近年靶向生物制剂和 JAK 抑制剂的广泛应用，使大量难治性类风湿关节炎患者获得了临床缓解。及早规范的用药，才能阻断免疫激连反应对关节软骨和骨的不可逆破坏。晨起胸闷气短伴叹息倾向是心肺储备功能的隐性评分卡。这种感觉多发生在清晨醒来，当你尝试做一次完整的深呼吸时，你会明显觉得胸口像压着一块石头，吸气深度总感觉差那么一口气才能到底。于是你本能的长叹一口气，医学上称为叹息样呼吸，后才获得短暂的轻松。这种体验在平躺时尤其明显，侧卧或坐位时可能略有缓解。该现象往往同时牵涉呼吸节律调控与心脏前负荷调节两个系统。在睡眠周期中，尤其是快速眼动睡眠阶段，呼吸中枢对二氧化碳分压的敏感度会生理性下降，膈肌张力在迷走神经主导下也相对松弛。当清晨逐渐接近浅睡眠状态时，呼吸中枢对缺氧的感知阈值处于全天最低水平。此时如果肺部的通气血流比例存在轻微失调，比如有轻度的气道高反应性或肺泡壁弹性略有下降，就会产生气吸不饱的感觉。另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是心脏前负荷的日间差异。当人体从平卧位转为直立位时，大量静脉血回到右心房。如果左心室的泵血能力不足以匹配这个回流增量，例如在早期心力衰竭阶段，左室射血分数可能只是轻度下降，血液就会在肺循环中发生淤积，肺间质、轻度水肿、肺泡换气效率受到抑制，患者因此产生胸闷和呼吸不畅的自觉信号。相关疾病包括咳嗽变异性哮喘、典型或不典型哮喘、咳嗽为唯一或主要表现、晨间症状突出的一个亚型、胃食管反流性咳嗽、反流刺激喉部与气道、变异性鼻炎伴气道高反应、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早期、左心功能不全、射血分数保留或轻度降低的心力衰竭、焦虑相关的过度换气综合征。由花粉、尘螨或空气质量不佳等环境因素引起的晨间轻度憋闷，特点是脱离过敏原环境，如离开卧室或开窗通风后迅速缓解，且肺部听诊没有明显哮鸣音。既往没有哮喘史，但病理型信号有2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是体位依赖性，平躺时胸闷加重，坐起后减轻，这是心功能不全的典型信号。第二是可能伴随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即睡着后1-2个小时突然因憋气惊醒，坐起呼吸后缓解。如果晨起气短已经影响到日常起居的步速，比如走2层楼梯需要停下来喘气，且这种状态在过去1至2个月内呈持续进展趋势，就应尽快就医。首诊可至呼吸内科或心功能室、心脏科门诊。呼吸方向的检查包括肺功能检测加支气管激发试验，确诊咳嗽变异性哮喘的金标准，呼出一氧化氮测定，反映气道嗜酸粒细胞炎症水平。
心脏方向的检查包括12导联静息心电图，捕捉清晨静息状态下的心率变异或心肌缺血改变，心脏彩色超声，重点评估左室射血分数及舒张功能参数。6分钟步行试验是评估心功能储备的最简便客观的定量手段。避开冷空气的直接刺激，清晨尤其冬季出门时佩戴口罩，使吸入空气经过预热和湿化。坚持腹式呼吸训练，每天早晚各做5分钟，鼻吸腹隆，嘴吐腹收，增强膈肌的力量和易动度。戒除烟草是气道保护中最重要的一环，对任何阶段的肺部疾病都有明确获益。在医生建议下接种肺炎、球菌疫苗和流感疫苗，减少因感染导致急性加重的风险。掌握急救药物的正确使用方法非常重要。如果确诊为哮喘或心绞痛，患者和家属必须熟练使用吸入剂。晨起四肢末端冰凉感是微循环与内分泌的温度计，这种体感常出现在手指和脚趾的背侧及末节。清晨醒来，你会发觉指尖皮肤表面温度明显低于躯干，触碰冷水会发生明显的刺痛感或麻木感。穿上厚袜子，套上手套，也要过上好一会儿才能逐渐回暖，哪怕是在室温并不低的环境中，这种冰凉感也顽固地存在着。该体征主要指向外周微循环网的运行效率。夜间代谢速率放缓至基础代谢水平以下，机体为了优先保障核心脏器大脑、心脏、肝脏、肾脏的血流供应，会通过交感神经末梢释放去甲肾上腺素，使四肢末端皮肤的小动脉和毛细血管前括约肌收缩，外周血流量由此大幅减少，这是一种进化上保护核心体温的优先策略。然而，如果这种收缩反射被过度激活，无论是由于自主神经调节失衡，还是由于存在基础血管病变，末梢组织就会长期处于低灌注状态。皮肤表面的温度感受器会将这种状态持续汇报给中枢，产生怎么都暖和不起来的体感。此外，血红蛋白的携氧能力直接影响外周组织的氧供。在缺铁性贫血患者中，血红蛋白总量下降，血液携带氧气的能力降低，末端组织更容易因缺氧而表现为冰冷和苍白。相关疾病包括雷诺现象、原发性或继发于结缔组织病、甲状腺功能减退症、基础代谢率下降、产热减少、缺铁性贫血。周围神经病变，如糖尿病性神经病变引起的微循环反射异常、低血压性体质。正常人在空调环境或冬季清晨出现的手脚发凉，回到室温环境后，可在15至20分钟内迅速恢复，没有指甲颜色改变或小指端的皮损破溃。但病理型信号有几个关键识别点：第一，呈渐进性发展，去年可能只是冬天手凉，今年夏天在被子里脚也暖不起来；第二，在遇冷，如接触冷水或暴露在空调出风口时，出现颜色的3相变，先是苍白，然后转为青紫，最后在复温后潮红，这是雷诺现象的典型标志。第三，可能合并皮肤硬化、指尖溃疡或关节疼痛。如果遇冷后皮肤颜色变化明显，应优先至风湿免疫科或血管外科就诊。检查方向需分系统推进，甲状腺功能全项，重点看促甲状腺素 TSH 是否升高， FT4 是否降低，这是确诊甲减的金线索。血常规，通过血红蛋白定量和平均红细胞体积判断是否存在缺铁性贫血。抗核抗体谱，排查系统性硬化症等结缔组织病的血清学证据。怀璧指数，评估下肢血管健康度，排除外周动脉闭塞性疾病。保暖是第一道防线，选择羊毛或功能性保暖袜和手套。隔离寒冷传导面，传统食疗中，生姜红糖水具有一定的温通经脉、改善局部循环作用。足浴是值得推荐的日常习惯，但水温需严格控制在40摄氏度以内，避免烫伤，尤其是糖尿病患者，浸泡10至15分钟。坚持慢跑或快走等有氧运动，每周至少150分钟，可以显著增强末梢的泵血能力。对于明确诊断为缺铁性贫血的患者，在医生指导下补充铁剂，如琥珀酸亚铁，需要连服3至6个月才能彻底补足体内铁储备。综合所有的晨间反馈规律，你会发现它们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晨起头重可能与晨起指尖僵硬同时出现，因为它们共享一个底层机制：自律神经调节功能的钝化与慢性低度炎症的积累。晨起口苦与晨起胸闷也可以高度共线，因为胃食管反流本身就是咳嗽变异性哮喘和气道高反应性的常见诱因。这些信号相互交织，编织成一张完整的预警网络，身体在用最原始的语言，温度、速度、张力、痛感，向大脑翻译长期的压力、作息紊乱。
营养不均衡和环境的持续冲击。识别异常只是健康管理的第一步，真正有意义的行动是科学应对。切忌自行从互联网上拼凑偏方。今天听人说晨起口苦要吃消炎利胆片，明天又听人说晨起胸闷要用扩张血管的中成药，这往往会导致用药不对症，甚至加重病情。也不要因为单次发作就过度恐慌。如果你某天没睡好，或者前晚吃得太油腻，第二天出现一点点不适，是完全正常的生理波动。记录发生频率极其重要。建议准备一个简单的晨间症状日记，表头包含以下项目：日期、症状、头重、口干、手僵、胸闷、手脚凉，持续时间如15分钟后缓解。当日的前晚睡眠时长、晚餐内容及时间、情绪状态、压力水平1到10分。携带这样一份清晰的清单去就医，比单纯靠记忆描述要高效得多，也能帮助医生更快地做出鉴别诊断。预防医学主张关口前移，把被动治病的模式转变为主动防病。调整膳食结构，增加全谷物、优质蛋白和新鲜蔬果的比例，减少精制糖和深加工食品的占比，这直接改善肠道菌群环境与代谢文态。保持规律的作息，尽量固定入睡和起床的时间，即使周末也不要波动超过1小时，这是稳定生物钟最基础也最有效的手段。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强化心肺储备与肌肉泵功能。心理疏导同样不可忽视，正念冥想、写日记或进入专业的心理咨询通道，都已被证实能降低血液中皮质醇的长期水平，减轻应激损伤。家庭自测设备，如电子血压计、指甲式血氧仪、体脂秤，可以作为日常跟踪的辅助工具，但需明确它们不能替代专业诊断。最终方案的制定需要医患共同决策，医生结合专业体征和检查数据给出科学判断，患者结合自身生活习惯和偏好做出接受与执行的决策。健康就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起跑线的绝对速度，而在于途中能否及时识别风向的变化，调整配速，补充能量，在正确的时间寻求医疗支援。守住底线，就能赢得宝贵的治疗窗口期。早期发现的价值远远超出大多数人的想象。对于高血压，早期生活方式干预可延后多年用药；对于自身免疫病，早期靶向治疗意味着更高的临床缓解概率；对于早期心功能减退，及时的药物管理可以延缓甚至阻止心力衰竭的进展。切勿让小疏忽演变成大麻烦。本篇内容仅作为医学科普交流参考，不能替代职业医师的面对面诊疗。每个人的年龄、基础病史、用药情况、家族遗传背景都存在巨大个体差异，请勿直接套用文中信息进行自我诊断或用药。如你或身边人出现文中描述的任何持续不适症状，请务必及时前往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如果你发现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不妨点赞、收藏，以备随时查阅。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晨间感受，或者你关心的健康话题。下期我们将继续拆解更多隐藏在生活细节里的身体信号，让你的健康管理真正跑在前面。